有缘人，在宇宙中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力量，正是这两种力量推动了万物的运行。第一种力量是阴阳之间的相互吸引，这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力量，互补性产生的吸引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爱情。因此，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所有的问题根源都在于性的问题。第二种力量是大对小的吸引，也就是强者对弱者的吸引，这正是牛顿所说的万有引力。例如，地球被太阳的引力牵引着旋转，月亮被地球的引力牵引着旋转，大的总是吸引小的，强者总是吸引弱者去追随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在宇宙中，阴与阳的互补力量深刻地体现在人类的情感和关系中。这种力量不仅仅是二元对立的简单结合，而是通过对立之间的相互吸引，创造出一种和谐的平衡。人们在寻找伴侣时，往往会无意识地寻求能够与自己形成互补的人。这种吸引力源于内心对完整性的渴望，每个人都希望通过他人的存在来填补自身的空缺。正因如此，爱情常常被视为一种灵魂的交融，是两种力量的和谐共存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，真正的爱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奢侈。人们在追求情感的同时，常常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，如婚姻、金钱和生活琐事等。爱情的纯粹性被这些低微的需求所掩盖，使得许多关系充满了功利的考量。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一种没有杂质的情感，是两个人之间的心灵契合。只有当这种情感建立在无条件的理解与支持上时，才能触及到爱本身的深层含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物质需求与情感需求的交织更是让爱情变得复杂。很多人在寻找伴侣时，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物质条件上，试图通过物质保障来获得安全感。男性可能会希望找到一个能生育的女性，女性则可能寻求一个能够提供经济支持的伴侣。这种对物质的依赖，往往使得真正的情感交流受到阻碍，让人们在爱情中感到困惑与失落。因此，理解阴与阳的互补关系，让我们意识到爱情的本质并非单一的需求满足，而是心灵的交融与互补。当我们能够超越物质的束缚，回归到情感的本源时，才能体会到真正的爱情。这样的爱情不仅能够让我们在个体之间找到平衡，更能促使我们在生活中实现自我完善，形成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。在这个追求完整与和谐的过程中，我们逐渐认识到，爱是一种力量，而这种力量源自于两个人之间的深刻理解与支持。我们在探讨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时，强大与弱小之间的力量对比同样不可忽视。这种关系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都能看到，强者通常具有引领和示范的作用，而弱者则在这种关系中寻求依附与支持。然而，单纯的强大与弱小的对立关系
并不能完全解释其中的奥秘，关键在于如何在这种关系中找到合适的平衡。强者对弱者的吸引力形成了一种自然的虹吸效应。无论是在职场中还是在社交圈里，强者通常会成为众人的焦点，吸引许多人愿意追随他们。这种吸引不仅源于强者所具备的资源和能力，还在于他们所代表的成功与成就。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感到无力，他们希望通过接近强者来获得支持和成长。然而，这种靠近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否则便会面临被吞噬的风险。正如地球与太阳的关系，如果地球过于接近太阳，将会被烤焦，失去生存的空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弱者需要学习保持独立性。盲目崇拜强者只会让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，最终成为强者的附庸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弱者应当培养自己的能力，保持个性，并在强者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真正的智慧在于，弱者能够在追求强大的同时保有自我，不被强者的光芒所掩盖。这样，弱者不仅能够在强者的支持下成长，还能在彼此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。智慧的积累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。弱者可以通过观察和学习强者的成功经验，逐渐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。这种方法并不是简单的模仿，而是在了解自身优势的基础上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。当弱者能够灵活运用这种策略时，他们便能在复杂的关系中游刃有余，不断壮大自己。同时，社会的进步使得个体之间的独立性愈加凸显。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，单靠强者的光环已不再足够，个体的独立性和差异化才能真正成就一个人的成功。那些在追求强大的过程中坚持自我，不断完善自己的人，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。因此，理解强大与弱小之间的关系，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定位自己，也让我们在社会中找到平衡，实现自我价值。其次，自我完善与独立的过程是个人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每个人在生命的旅程中都会经历不完整的阶段，这种不完整感促使我们对自我提升和完善产生强烈的渴望。然而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不依赖他人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追求独立不仅是自我价值的体现，更是实现个人目标的基础。为了实现自我完善，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特点与优势。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和才能，了解这些内在特质是迈向独立的第一步。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与探索，我们能够识别出自己需要改进的领域以及那些需要加强的技能。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一个需要耐心与恒心的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当我们逐渐实现内心的独立时，外部世界也会随之改变。那些能够吸引优秀伴侣和机会的人，
往往是那些具备自我认知与独立性的人。他们不再依赖他人来填补自己的空白，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成就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人。这种吸引力并非基于物质，而是建立在彼此的价值观和个性契合上。正是这种内在的完整性，让他们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失败与挫折是不可避免的，然而这些经历恰恰是我们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机会，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调整与完善。面对困难时，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，能够帮助我们在逆境中寻找到成长的动力。此外，独立并不意味着孤立，相反，独立的人往往更善于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。他们懂得如何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同时，与他人分享资源与经验。这种共享不仅促进了个人的成长，也为周围的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个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惠共赢的关系，既能够相互支持，又不失各自的独立性。因此，自我完善与独立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旅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仅在努力提升自己，也在为他人创造价值。当我们真正理解并践行这一理念时，优秀的机会与伴侣自然而然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通过这样的努力，我们将能够在未来的关系中实现共赢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。然而，雌雄同体的哲学不仅是对性别的简单理解，更是一种深邃的思想境界，强调的是内在的平衡与和谐。这种哲学源于对阴阳关系的理解，主张每个人都应在自身的内心中找到雌性与雄性的统一。雌性代表着柔和、包容与细腻，而雄性则象征着坚韧、果敢与力量。只有将这两种特质结合起来，个体才能真正实现全面的自我发展与成长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追求雌雄同体的理想让我们意识到，成功并非单靠某一方面的优势，而是多维度能力的综合体现。比如，优秀的领导者不仅需要具备决策的果断和战略的远见，同时也需要倾听团队的声音和理解他人的感受。这样的领导方式能创造出更具凝聚力的团队氛围，使每个成员都能感受到被尊重与重视。此外，雌雄同体的思想也反映在处理人际关系上。在面对冲突和挑战时，既要有勇气直面问题，又需懂得灵活变通。这种灵活性让人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自如应对，平衡个人的需要与他人的期望。当我们能够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自如切换时，不仅能更好地管理自身的情绪，还能促进与他人的有效沟通。同时，雌雄同体也提醒我们关注内心的和谐与自我接纳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，许多人容易陷入外部标准的束缚中，忽视了内心的声音。理解并接纳自己的脆弱与强大，
能够让我们在追求目标的同时，保持真实的自我。只有当我们在内心中达成和谐，才能在外部世界中展现出无所畏惧的自信。这种哲学的实践并不局限于个人层面，它还能够影响更广泛的社会结构。一个能够理解和包容不同特质的社会，往往更具创新力和包容性。各个领域中，不同性别、背景和观点的人们能够在雌雄同体的理念下共同合作，互相学习，从而创造出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文化。雌雄同体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，让我们在自我完善与独立的过程中找到内心的平衡。通过理解并融汇这两种力量，我们不仅能在生活中实现个人的成长与发展，更能为周围的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。正如这一哲学所倡导的，真正的力量在于接纳自己的全部，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。就在探讨自我完善、独立以及雌雄同体的哲学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真正的成长不仅是外在成就的堆砌，更是内心世界的深度探索与和谐。这种成长的旅程强调了个体与周围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，提醒我们在追求个人目标的同时，也要关注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。通过理解自我、接纳自我，我们能够在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，找到适合自己的立足之地。实现自我完善与独立并非易事，但这种努力将为我们带来持久的回报。当一个人能够在内心中找到平衡，既能展现出强大的能力，又能包容细腻的情感时，生活便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彩。这种能力不仅使我们在个人事业上取得成功，更让我们在家庭、友谊和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深厚而真实的联系。雌雄同体的哲学教诲我们，成功与幸福的定义并不是单一的，而是多样的和综合的。无论是在职业生涯中，还是在人际关系中，能够灵活运用这两种特质，使我们具备了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。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，理解并融合这些特质，使得我们不仅是追求目标的战士，更是能够理解与包容的合作伙伴。最终，通往完整自我的道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贯穿着每一次自我反省，每一次失败与成功。它需要我们的勇气去面对自身的不足，去挑战固有的思维模式，也需要智慧去平衡内心的各个方面。只有在这样的探索中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独立性，形成一种内外兼修的生活方式。在未来的道路上，让我们继续践行自我完善与独立的理念，深刻理解雌雄同体的哲学，使其成为指导我们生活的力量。这种平衡不仅能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，也能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中建立起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
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